你有沒有這種經驗？早上7點站在早餐店的櫃檯前面，老闆娘頭也不抬就問你，一樣嗎？火腿蛋餅配大冰奶，你點點頭，好像這是全台灣人說好的暗號。鐵板滋滋作響，塑膠杯裝得滿滿的冰塊，吸管一插，大口一吸，冰冰甜甜，一整天好像就這樣被啟動了。這個畫面是幾百萬台灣人的早晨儀式，你的、我的、大家的共同回憶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這杯陪你長大的大冰奶，在腸胃科醫師的圈子裡，私底下有一個外號，叫做地雷1號。注意哦，不是地雷之一，是排在最前面的那顆地雷。為什麼？不是因為熱量，熱量只是小事，真正的問題是它裡面那個成分組合，會讓很多人上午9點、10點，差不多學生第3節課的時間，準時衝去廁所報到。你一直以為是自己腸胃不好、體質差，其實兇手每天早上都跟你打照面，還跟你收錢。更妙的是，那個叫做奶茶的東西，裡面常常沒有奶，紅茶也不見得是你想象的那種現泡紅茶。奶精不是奶，它的真面目會讓你嚇一跳，再加上滿滿的冰塊，直接灌進剛睡醒的腸胃，幾個因素加在一起，就是一顆設計精良的地雷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先說清楚，我不會叫你戒掉早餐店。說真的，台灣的早餐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發明，平價、快速、選擇多。我自己也是天天報到。我要教你的是另一件事，在同一張菜單上面多花5塊錢，把這一杯換掉。你的腸胃跟血糖會同時跟你說謝謝。到底換成什麼？營養師心中有一個排行榜，第3名、第2名都很不錯，但真正的第1名，我要留到影片後段才揭曉。因為在那之前，你得先知道大冰奶的真面目，不然你不會相信一個5塊錢的決定可以差這麼多。影片最後，我還會給你一份1周點餐示範，讓你明天走進早餐店，直接照着點就好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從那一杯的成分開始解剖。我們先來做一件早餐店，老闆不會阻止你，但可能不太希望你做的事。把一杯大冰奶拆開來看，名字叫奶茶，照道理應該是奶加茶，對不對？但傳統早餐店的大冰奶，大部分就是3樣東西：紅茶、奶精、糖，再加一大把冰塊。聽起來很正常，魔鬼就藏在奶精這2個字裡面。奶精，很多人以為是濃縮的奶，奶的精華，這名字取得實在太好了，又是奶又是精華。但你去翻奶精的成分表，排在第1位的通常是植物油。對，你沒聽錯，是油，氫化植物油、棕櫚仁油、椰子油這一類。後面接着玉米糖漿、乳化劑、香料，再加一點點讓它聞起來有奶味的成分。整包奶精裡面，真正跟牛奶扯得上關係的部分少得可憐。所以嚴格來說，你每天早上喝的不是奶茶，是油茶。一杯加了糖跟香料的植物油紅茶。你可能會問，為什麼業者要用奶精，不用真的牛奶？答案很簡單，2個字：成本。鮮奶會壞，要冷藏，價格是奶精的好幾倍。奶精粉一大袋放在室溫就好，不會壞，加水一沖就白白濃濃，而且泡出來的口感特別滑，特別順。因為油脂本來就會帶來那種滑滑的、厚厚的、掛在舌頭上的口感。你愛上的那個奶香濃郁，其實是油脂加香料聯手演的一場戲，演了幾十年，演到全台灣都信了。再來看茶的部分，早餐店一個早上要出幾百杯飲料，你覺得老闆有空一壺一壺現泡嗎？多數店家用的是大桶茶、茶粉或大包紅茶包，大量沖泡，放在保溫桶裡撐一整個早上。茶湯常常泡得又濃又澀，咖啡因含量並不低。最後是糖，早餐店的大冰奶甜度通常不給你選，預設就是全糖，而且很多店用的是果糖糖漿，按壓一下就是一大股。一杯 700cc 的大冰奶，糖量抓個大概，換算下來常常超過10顆方糖。也就是說，你早上8點以前就把一整天建議的糖量一口氣喝完了。油、糖、濃茶、冰塊4個角色全部到齊，這個組合進到你肚子裡會發生什麼事？這就要講到很多人最有感也最難以啟齒的那件事了。為什麼大冰奶一喝完，肚子就開始咕嚕咕嚕，然後急着找廁所？先回答很多人心裡的疑問，
奇怪，我喝大冰奶會拉肚子，是不是我腸胃比別人差？我先給你一個安慰，多半不是你的問題，是這杯飲料的設計剛好對台灣人的腸胃特別不友善。醫界估計，亞洲的成年人大約有8-9成體內分解乳糖的酵素會隨着年紀慢慢減少，這個狀況叫乳糖酶不足。小時候喝奶沒事，年紀越大越容易中標，450歲以後特別明顯。有些早餐店的奶茶除了奶精，還會摻奶粉或乳製品去補奶味，裡面的乳糖一進到腸子，分解不了，就變成腸道細菌的豪華早餐。細菌一開派對，就開始產氣，你就開始脹氣、絞痛、腹瀉，這是第一重刺激。第二重是油脂，剛剛說了，奶精的本體是植物油，你空腹灌下一大杯含油的飲料，身體會啟動一個與生俱來的反射，叫做胃結腸反射。簡單講，胃衣被食物撐開，尤其是油脂類的東西，大腸就會收到指令，開始大力蠕動，把前一天的存貨往出口推。這個反射每個人都有，是正常機制，但油脂會讓它變得特別強烈。所以很多人早餐一吃完就想上廁所，本來就是自然現象，再加一杯用油泡出來的奶茶，等於幫這個反射用力踩油門。第三重是溫度，大冰奶重點在那個冰字，你的腸胃最喜歡的是接近體溫的溫度。一大杯接近0度的液體，咕嚕咕嚕灌進剛睡醒還沒完全開機的消化道，腸道受到冷刺激，蠕動會突然加快。對腸胃敏感的人來說，這就像有人在你的腸子裡按了快轉鍵，乳糖、油脂、冰3重刺激疊在一起，還要再送上一個隱藏版的第4號幫兇。保溫桶裡那個又濃又澀的茶湯，咖啡因不低，而咖啡因本身就會促進腸道蠕動，4個推手同時出力，難怪那麼多人9點半到10點半之間準時去廁所報到，準得可以拿來對時。我跟你講一個真實的例子，一位55歲的林老師在國小教書，他說他有好幾年的時間，幾乎每天上午第3節課都要拜託隔壁班老師幫忙看一下學生。因為他一定得衝廁所，全校老師都知道他時間到了。他一度懷疑自己大腸長了不好的東西，越想越怕，跑去做大腸鏡，結果腸子裡面乾乾淨淨，什麼都沒有。醫師只問了他一句話：你早餐都喝什麼？他愣住，說大冰奶啊，從年輕喝到現在20幾年了。醫師請他把飲料換成溫的、無糖的，才2個禮拜。第3節課的廁所之約就自動取消了。他不是生病，他只是每天早上準時引爆同一顆地雷。講到這裡，一定有人想說，可是我喝都不會拉啊，那我是不是就沒事了？恭喜你，腸胃比較勇。但先別急着走，拉肚子只是看得見的賬，還有一筆看不見的賬正在你的血管跟血糖裡慢慢累積利息。很多人都聽過一句話，奶精有反式脂肪，會傷心血管。這句話一半對，一半需要平反。我們把它講清楚。早年的奶精用的是部分氫化植物油，製造過程會產生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確實惡名昭彰。研究發現，它會讓壞的膽固醇上升，好的膽固醇下降，等於兩頭一起傷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。所以世界各國陸續開閘，台灣也從2018年7月開始禁止食品使用不完全氫化油。所以先幫現在的大冰奶說句公道話，現在合法產品裡的反式脂肪已經比早年少非常多。你如果還停留在奶精等於反式脂肪炸彈的印象，這一點要更新了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想說，太好了，那不就可以放心喝了？先別急，反轉來了。業者把部分氫化油拿掉之後，換上來的是什麼？是棕櫚、人油、椰子油這一類飽和脂肪很高的油。飽和脂肪吃多了，一樣會讓血液裡的壞膽固醇往上爬，對血管還是不友善。等於是把一個通緝要犯換成一個地方角頭，壞的等級降了一階，但他還是壞人，而且你天天跟他見面，積少成多。再來是糖，這才是大冰奶被醫師點名的另一個重點。一杯全糖大冰奶，10顆方糖起跳，而且多半是精製糖漿，吸收速度飛快。你空腹喝下去，
血糖像搭雲霄飛車，咻一下衝到頂，身體嚇到，緊急分泌大量胰島素，把血糖壓下來，然後血糖又咻一下掉下去。掉下去的時候，你會覺得餓、累、注意力渙散，特別想睡，而且想再吃甜的。很多人10點多就餓到受不了，跑去超商買菠蘿麵包。不是你意志力差，是早上那杯大冰奶幫你預約好了這場飢餓。長期下來，天天這樣折騰胰島素，它會越來越疲乏。醫界普遍認為，這就是走向血糖異常的其中一條路。我再講一個例子，一位68歲的陳大哥，退休警察，人很豪爽。退休後每天的行程就是清晨去公園快走，走完到巷口早餐店報到，鐵板麵加蛋配大冰奶。他說這叫犒賞自己，運動都運動了，喝一杯剛好而已。半年後健檢報告出來，3酸甘油酯紅字，空腹血糖在及格邊緣徘徊。他很委屈，跟醫師說，我天天運動也，飯也吃不多，怎麼會這樣？後來營養師幫他一項一項抓兇手，最後抓到的就是那杯大冰奶，一天1杯，1個月就是30杯，等於每個月多喝進幾百顆方糖，跟一瓶又一瓶看不見的油。陳大哥後來只做了一個小改變，主食照舊，鐵板麵照吃，只把飲料換掉。3個月後回診，3酸甘油酯降回正常範圍。他自己還發現一件事，上午不會想睡了，精神好到可以多走一圈公園。他到底改喝什麼？就是我們排行榜的第1名。在揭曉之前，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，奶精這個東西不是只住在早餐店，你辦公室抽屜裡的3合1咖啡，那個白色粉末的主體就是奶精加糖。超商咖啡旁邊那一顆一顆的小奶油球，很多也是植物油做的。手搖飲料店的傳統奶茶，便宜大杯的那種，用的多半也是奶精。真的用鮮奶的，菜單上會特別寫鮮奶茶，而且貴一截。連菜市場、飲料攤一大桶一大桶的古早味奶茶，都是同一套配方。所以這支影片你學會的不是防一杯飲料，是防一種成分。以後看到奶味濃郁、價格又特別便宜的飲料，你心裡就要有個底。真牛奶很貴，便宜的濃奶味10之8九是油跟香料的組合。認得出它，你在任何一張菜單前面都有防身術。好，重頭戲來了。同一張早餐店菜單上，到底哪些飲料是安全牌？營養師心中的排名現在開始倒數。第3名，溫紅茶，而且要跟老闆說無糖，不習慣的人至少半糖。你可能會笑啊，不就紅茶，有什麼了不起？你仔細看，這個選擇一次拆掉3顆地雷，沒有奶精，油沒了，去糖減糖，方糖大隊解散，點溫的、冰塊的冷刺激也沒了，剩下的只有咖啡因。而對多數人來說，早上一杯溫紅茶的咖啡因反而是天然的提神劑，比你上午昏昏沉沉再去買咖啡實在。價格通常還比大冰奶便宜，等於花更少的錢買更好的結果。那它為什麼只排第3？因為它沒有蛋白質，對早餐的營養加分有限，它是一個不扣分的選擇。守備型球員穩，但不會幫你得分。第2名，鮮奶茶，關鍵字是鮮奶這2個字。現在很多早餐店的菜單上，奶茶跟鮮奶茶是分開的2個品項。鮮奶茶用的是真正的牛奶，不是奶精，價差通常就是5元到10元。牛奶有蛋白質有鈣質，配茶喝起來一樣濃郁，但那個濃是真材實料的濃，不是植物油演出來的。點的時候記得3件事：第一，開口問清楚，這杯是鮮奶做的嗎？有些店家很老實，會直接跟你說哪杯是奶精。第二，一樣去糖或減糖，不然糖的問題還在。第三，如果你喝牛奶本來就會拉肚子，表示你乳糖不耐的程度比較明顯，鮮奶茶可能還是會讓你跑廁所。這杯請跳過，直接看第1名。那第1名到底是誰？就是陳大哥後來天天喝的那一杯無糖豆漿。對，就是這麼樸素的答案。先別失望，你聽我把理由講完，你會心服口服。第一，豆漿完全沒有乳糖，乳糖不耐的人喝了不會拉，你的腸胃直接放假。第3節課還給你自己。第二，一杯豆漿有植物性蛋白質，早餐蛋白質吃夠，上午比較不容易餓，血糖爬升也比較平穩，不會10點就被超商的麵包架呼喚。第
第三，無糖10顆方糖整隊解散，胰島素終於可以睡個好覺。第四，豆漿的大豆蛋白跟它所含的脂肪形態，醫界普遍認為對血脂比較友善，跟奶精的飽和脂肪剛好是天平的兩端。而最關鍵的一點，在多數早餐店，大冰奶換成無糖豆漿，價差就是5元上下，有的店甚至同價。這就是我開頭說的那句話，多花5塊錢把地雷換成補給品。我們來算一筆賬，一天5元，一個月不過150元，一杯手搖飲的錢，買到的是腸胃不鬧、血糖不飆、血脂不紅字。你去哪裡找這麼便宜的保險？這也是為什麼醫師叫大冰奶地雷1號，卻叫無糖豆漿解答1號。當然，馬上會有人舉手，我喝豆漿會脹氣怎麼辦？別急，後面問答時間我會回答。先往下走，因為光換飲料還不夠，飲料旁邊那一盤主食是早餐的另一半戰場。早餐店點餐其實是一門組合學，同樣一杯無糖豆漿配不同的主食，結局差很多。原則只有一句話，蛋白質要有，油跟糖不要疊加。什麼叫疊加？你點一份煎得油亮亮的蘿蔔糕，再配一杯本體是油的大冰奶，這叫油加油。你點一份巧克力厚片，再配全糖奶茶，這叫糖加糖。地雷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地雷疊地雷，一早雙倍引爆。比較聰明的配法，像這樣，蛋餅是台灣早餐的靈魂，可以留，但選原味蛋餅或蔬菜蛋餅，不要天天玉米加起司加培根全餐，旁邊配無糖豆漿，蛋餅的蛋加豆漿的蛋白質，雙引擎，一個上午都有飽足感。喜歡吐司的人，選鮪魚蛋吐司或起司蛋吐司，跟老闆說美乃滋減量或不加，配鮮奶茶去糖，蛋白質雙保險。漢堡派的豬排堡選煎的不選炸的，加1顆蛋配溫紅茶無糖，飽足又不油膩。鐵板麵這種醬料重的，1個禮拜給它1次就好。想吃的那天，飲料更要選乾淨的，無糖豆漿或無糖茶，不要讓醬料的油跟奶精的油在你的胃裡會濕。還有一個不用花錢的小技巧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吃的順序，先吃蛋，再吃主食，最後才慢慢喝飲料，讓蛋白質先進場墊底，後面的澱粉跟糖進來，血糖爬升的速度就平穩得多。反過來，空腹先灌一大口冰甜飲料，就是血糖雲霄飛車的頭等艙。同樣一份餐，只是換個順序，身體的感受完全不同。這一招不用錢。如果你想更進一步，連那5元都省下來，我給你3個自帶飲品的方案，全部都是懶人等級，做不到算我的。方案1，保溫瓶茶包法。前一天晚上把保溫瓶洗好，放桌上，早上出門前丟一個無糖茶包進去，紅茶、綠茶、麥茶都可以，熱水沖下去，蓋子鎖上，走到早餐店的路上剛好泡開，溫度也降到剛好入口，成本一個茶包幾塊錢，還順便環保，少一個塑膠杯。方案2，超商搭配法。早餐店隔壁常常就是超商，進去拿一小瓶鮮乳或無糖豆漿，常常還有第2件優惠，配早餐店的蛋餅剛剛好。想念奶茶口味的人進階玩法，跟早餐店點一杯無糖溫紅茶，把超商鮮乳倒進去，一杯真材實料的鮮奶茶就完成了，比店裡的便宜，還比店裡的新鮮。方案3，家裡預備法。睡前用冷水泡一壺無糖冷泡茶放冰箱，早上裝瓶帶走，或者家裡固定囤一箱無糖豆漿，出門順手抓一瓶。這一招最適合全家一起執行，夫妻加小孩1人1瓶，全家的大冰奶預算1個月省下來，月底全家吃一頓好料都綽綽有餘，省錢、顧健康還環保，一次3贏。最後，我直接給你一份1周早餐店點餐示範，你可以截圖，明天開始照抄。周1，開工日要穩，原味蛋餅加1顆蛋，配無糖豆漿，蛋白質給好給滿，會議再長都撐得住。周2，鮪魚蛋吐司，美乃滋減量，配鮮奶茶去糖，換個口味不無聊。周3，撐到周中了，腸胃也需要喘口氣，蔬菜蛋餅配溫紅茶無糖，清清爽爽。周4，豬排蛋堡配自帶的無糖冷泡茶，省下的飲料錢投進零錢罐，存旅遊基金。周5，
犒賞日，想吃鐵板麵就去吃，但飲料一定配無糖豆漿。記住那句口訣，油不疊油。到了週六、週日，如果你還是想念大冰奶，真的很想，怎麼辦？我教你降落傘點法，幫你安全注入。大杯改中杯，分量先砍，甜度改半糖，方糖砍半，去冰或微冰，冷刺激降級，3個開關一起調，傷害直接少一大半。而且說真的，當你平常日都喝無糖豆漿，週末那杯半糖中冰奶，你會突然發現它甜的有點誇張。以前怎麼喝不覺得，因為你的味覺被養回來了。人的口味大概2-3個禮拜就能重新訓練，一開始覺得無糖好空虛，撐過去之後，你反而會喝出茶香、豆香，回不去那種死甜。健康從來不是要你跟過去的自己一刀兩斷，而是讓地雷從每天踩變成偶爾遠遠看一眼，打個招呼就好。順便說一句，如果你是幫爸爸媽媽買早餐的人，這支影片的內容最值得用在他們身上。長輩的腸胃更怕冰，血管更怕油，血糖更怕糖，幫他們把大冰奶默默換成溫的無糖豆漿，再多點1顆蛋，他們可能嘴上念你2句，身體卻會偷偷感謝你很多年。進入尾聲之前，快問快答，回答幾個最多人問的問題。第一題，我喝豆漿會脹氣，怎麼辦？豆漿裡的寡糖對某些人的腸道菌來說太熱情，容易產氣，建議從小杯開始，讓腸道慢慢適應，通常1-2個禮拜就會改善，真的不行就退一步選無糖茶，再用超商鮮乳或無乳糖牛奶補蛋白質。第二題，我乳糖不耐，又真的很愛鮮奶茶，市面上有無乳糖鮮乳，把乳糖先分解掉了，自己帶1瓶加進無糖紅茶，完美解法，口感幾乎沒差。第三題，冰的真的完全不能碰嗎？不是，真正傷的是空腹、大量、快速3個條件同時成立。大熱天想喝冰的，先吃幾口食物墊墊胃，再小口小口慢慢喝，對腸胃的衝擊就小很多，不必把冰飲當成十惡不赦。第四題，那我改喝米漿總可以了吧？米漿香歸香，但它的主體是白米加花生加糖，澱粉多，糖不少，蛋白質卻不多，對血糖來說，表現其實比較接近含糖飲料。偶爾懷舊喝一杯可以，不要當每天的主力。第五題，黑咖啡呢？如果你的胃沒問題，無糖黑咖啡或加鮮奶的拿鐵也是好選擇。但空腹喝濃咖啡容易胃不舒服的人，還是先吃點東西再喝。第六題，早餐店沒有無糖豆漿，只有微甜的，怎麼辦？微甜豆漿還是遠遠贏過大冰奶，先換再說，別讓完美擋住了進步。也可以請老闆下次幫你留一杯無糖的台灣早餐店老闆的人情味，你開口就知道。最後補一句，早餐店老闆不是壞人，奶精配方是幾十年的成本結構跟習慣，不是誰存心害你。老闆給你選擇，菜單上早就印着豆漿、鮮奶茶、紅茶，決定權其實一直都在你手上。一句話的事。最後送你3個帶得走的重點。第一，大冰奶的奶不是奶，是植物油加糖加香料，乳糖、油脂、冰塊的3重刺激，就是很多人上午準時跑廁所的真兇，不是你腸胃差。第二，同一張菜單上就有解答，溫紅茶無糖是安全牌，鮮奶茶去糖是升級版，無糖豆漿是第1名，價差常常只要5元，一個銅板換一次腸胃救援。第三，點餐記住組合學，蛋白質要有，油不疊油，糖不疊糖，先吃蛋再喝飲料。明天早上你願意先從哪一杯開始換？還有，你的早餐店必點組合是什麼？